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呢。一般人的思维是我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啊。有时候我们的确是很忙，所以抽不出时间啊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则是碰到不想做的事情而已，我很忙，没有时间做借口。当我们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找出百般的理由哦。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不想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出百般的借口。尤其做喜欢做的事情，即使做到精疲力竭呢，也会满心欢喜，因为身累心不累啊。相反的，当我们心烦心累的时候呢，即使不做事，躺在床上都会觉得自己很忙很累。时间的使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忙，没有时间，然而看不到不是没有，而是我们不具慧眼。没有慧眼，当然看不到还有时间。会利用时间的人，他可以把零碎时间当作黄金时间来使用哦，所以是砂石变黄金啊。那不会利用时间的人呢，即使黄金时间呢，他也会把黄金变成砂石啊。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天24小时啊，这也是一种众生平等啊。时间的长度都一样啊，但每一个人的时间的宽度跟深度都因人而异啊。会利用时间的人，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不会利用时间的人，一天下来无所事事，虚度一天。也因此才说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无心要做事，一件也做不完。有心要做事，事多也不难；无心要做事，事少也都难。所以难与不难呢，存乎一心呐。有心就不难呐，无心就很难呐。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就端看我们用什么心态去使用。那正言上人对时间的使用原则是什么？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过。这个不是一种口号跟理想而已哦，而是上人自己确实做到哦，令众弟子们自叹不如啊。现在是2024年11月啦，过了12月，上人即将迈入89岁高龄了。照理讲啊，年纪大了应该是年老力衰啦，体力不济才是啊。然而正言上人却比以前更加精进了。即使现在经常是打着点滴，照样早上9点开始接见来金色的会众啊，或者跟各地区或海外各国的弟子们连线会议啊。不但如此啊，开示的时间还延长，即使中午打板或傍晚打板了，还是继续开示哦。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一整天的会议开示当中呢，不曾看见正言上人有显露疲态，也不曾看见上人打瞌睡哦，还是精神十分敏锐，毅力跟耐力之强啊，实在是异于常人啊。这个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尽形寿献生命啊，是分秒不空过的最好的身教，也是让这些会众们啊或者弟子们啊心悦诚服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这就是以德服人的德。而充分利用时间的这个身教呢，更是留给众弟子们最大的遗产啊。学习上人这样的精神啊。还记得2023年疫情开始解封之后呢，实体活动跟实体会议逐渐恢复嘛，大家开始忙碌起来啦。而我不但要台湾到处去出差，还要出国关怀会务。原本呢每周1次的读书会，顿时感到准备内容的时间不够用了，不再像疫情期间时间比较多嘛，能轻松处理啊。因此呢，顿时感到时间压力很大。虽然曾经我是这样子讲的哈，有缘就直播，无缘就停播啊。然而，经过与跨国幕后团队讨论后，
大家认为，不可以随便停播哦，不要说无缘就停播哦，至少改为每周1次或2次也好过没有啊。加上有人跟我说有一些听众或观众因为上线聆听了，而一念改变一生哦。有的原本有忧郁症，听了分享之后，从一般的大德成为捐款会员，并投入当志工。如今夫妻2人双双受赠为慈济委员，一家从此否极泰来，逆转人生啊！这样的事实让我不敢再以忙碌当借口要停止这样的读书会啊，也不能再以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喜好跟感觉来决定事情了。然而我心想，如果读书会要改为每月1次或2次，这样时间上会让听者不容易去记啊，到底哪一个礼拜一，哪2次，哪1次？因此呢，干脆不做他想了，照原定的每周1次，继续撑下去，继续拼下去。然而，时间的不敷使用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哦。那要怎么办呢？只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人生要感恩瓶颈的出现跟障碍的考验才能激发我们要克服万难的智慧。因此，就把以前我在新马投入慈济工作的时候，那个会务比现在更忙碌时间当然是不够用嘛。我就把那时候的破解之道呢，拿来用叫做我很忙，但我还有很多时间。这个是定海神针一念心转万境转并且把它化为具体行动。你要有具体的做法虽然这个是个理想没有错，我很忙，我还有很多时间，可是你要有具体行动具体行动就是用智慧安排时间，用技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这个我记得以前有跟各位分享过了那这是我个人的使用时间的妙法啦。以前在马来西亚他们有出那个慈济月刊嘛，每个月出版1次的嘛。那我算起来也是这本的总编辑文章都由我来负责修润嘛。尤其主题文章动辄上万字1次修润完至少要花掉2小时以上这个对我来讲时间成本太高了，因为我还有比修润文稿的重要几倍的事情要处理因此只能利用零碎时间什么是零碎时间呢？就是重要会务处理完毕之后剩余的时间或是用餐前的几十分钟，时间短但是效率高然而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文稿必须提前给我，放在我的办公桌前面。我只要有零碎时间，重要事情处理完了，有一点时间了，几分钟都好，就修润一些这样感觉没有花很长的时间，但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其实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分期付款买房子一样分期付款没什么压力但最后还是会侥幸但是如果要你一次用现金买的话，压力跟困难就来了，不是吗？一样的道理。然而文稿紧急的时候，我只好把其他事情暂停了。这个时候修润文稿变成紧急又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轻重缓急的分类。相信大家都会这样子做了那至于写文章呢，或准备我们这种读书会的这个内容每天清晨的时间是我最宝贵的黄金时间是重中之重我很少把它浪费掉的即使有时候早上要早出门只有几十分钟可以用，我也是要电脑打开，也是要利用这几十分钟因为经验告诉我早上10分钟胜过白天的1小时即使出国我也是这样子做几乎很少蹉跎清晨的写作时间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有些人说我也很想这样但就是爬不起来晚睡又要早起，这当然是爬不起来所以要早睡，要早起就要早睡这也是一种好的作息习惯嘛。其实呢，晚上多2个小时，
我们也是在看电视啦、聊天啦，或处理一些杂事嘛。然而，如果早上多2个小时给我们呢，那可就大大不相同了。早上早起一个人独处沉淀，很容易文思泉涌啊，灵感特别好啊，一一记录下来啊，法喜充满啊，这是心灵的喜悦啊，有钱也买不到哦。我早上要出去上班的时候，我穿衬衫打领带，这个动作我一定是站在这个拉脚筋的那个拉筋板上面完成的。早上一次，下午一次，中午一次，每次都是短短的1-2分钟，有时候2-3分钟啦。领带打起来没有打好，还再打一次，这个大概要2-3分钟，看起来没什么。但我从几年前开始呢，从最初的低角度，那个脚踏板那个低角度，对不对？站起，现在是调到最陡的角度了。它有3个角度嘛，现在站上去是轻轻松松的。以前刚开始那个最低的角度都站不住啊，因为没有这样子拉过啊。可见持续跟累积是多么的重要啊！去公共场所如果方便的话呢，尽量走楼梯，运动于无形之中啊。无处不到场，处处健身房，不是吗？我还记得疫情之前杨紫琼小姐第一次来拜见证严上人是在台中啊。那天晚上呢，我们一起去餐厅用餐呐，她也是不坐电梯哦，她宁愿要走楼梯哦，这也是好习惯啊。那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上班的坐电梯，放假的时候再去爬楼梯运动。如果上班就走楼梯，这样不是上班跟运动同时完成，省了很多时间，不是吗？不过这是几层楼的，还可以这样子做了。如果是几十层楼高的，那不可能都走楼梯了，对不对？但是可以提前出电梯走个几层也好啊，好过没有嘛，对。就好像现在有些人呐，下班后搭公车回家，提前1-2站下车走回去，这也是在利用时间运动。那我自己在做重力训练，时间的安排更是要充分利用啊，否则永远没有时间。你没有把它规划在你的行事历里面，它永远没有时间，因为你不重视它嘛。等到有一天呢，健康出问题的，必须看医生，甚至要住院了，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再讲说我没有时间。这个时候没有时间也要有时间，否则你就会没命。日本人的长寿跟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频繁的步行，跟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是息息相关的呢。这是因为日本的城市规划，它是鼓励步行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步行去搭地铁或巴士嘛。这个就增加了日常的活动量啊，也有助于保持健康跟活力啊。这个日积月累是不得了的呢，几乎天天的啊。那这个跟长寿有关啊，不仅是增加身体的活动量啊，同时也跟更多的人有互动的机会。你自己开车是你自己一个人啊，你走大众交通工具是跟大家一起的，跟人群中有互动啊。这个就是心理学家所讲的，人人都需要有的社会需求跟心理健康啊，很重要。我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这句话是反映了一个人的积极心态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而时间也不太够用，但是对时间的管理跟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却让他感觉到虽然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呢，原因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是下面4个啦。第一时间管理得当，这种人呢具有很好的时间管理技巧，能够高效率安排工作跟生活，他不浪费时间的。第二，专注当下，这种人呢专注于当前的任务，不会为将来的事情提前焦虑或烦恼，因此他工作的时候不会分心，他很专注。
从而感觉充分在使用时间，他自己感觉时间没有浪费掉，就充分使用啊。好，第三，懂得分别轻重缓急啦。这种人呢，他能把事情的本末、始终、先后等等清楚的分出等级，啊，避免呢顺序颠倒，被琐事拖累了啊。急的事情你又慢慢来啊，不用那么急的事情你又很急啊，这个就颠倒了嘛啊。第四，心存正念。这种人呢，因为有正向跟正确的思维啊，因此在心理上呢是感到很充裕。这样的信念呢，让他很有自信，也因此减轻了时间不够用的压力。我相信一定有时间啊。从以上这4个原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呐，就是正向思维不仅能有效帮助我们应付繁忙的工作，还能改变对使用时间的认知哦。别人是我很忙，所以没有时间，而他却是我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所以虽然很忙碌，但是感觉时间还很充裕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事烦心闲，忙而不乱呐。事情很繁重，内心很悠闲，而且很忙，但是不乱。想要有这种人格特质啊，必须学习并具备刚刚前面讲的那个4个条件呐。孔子有一句名言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形容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的流逝啊，一去不复返啊，感慨人生世事变化之快啊，从中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啊。上人也曾经常常提这句话啊，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啊。这句话是在警惕我们呐，人呐，从出生之后呢，每过一天就越靠近死亡一天，就好像鱼池里面的那个池水啊，池水逐渐在减少啊，里面的鱼儿啊，再怎么快乐也是短暂的啦，因为正逐渐迈向死亡啦，水慢慢要流光了，不是吗？那各位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危言耸听哦，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讲的很有道理啊，不亡以殆尽啊。意思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虽然看起来是活着，其实就是在等死啊。庄子也说啊，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啊。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出世之后，我们说啊，生了生出来了，但那不是生出来了，而是死亡的开始啊。自出生之际就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舒服，但它却是真理，也是事实啊。所以有时候心存无常观呢，要居安思危跟唤醒危机意识啊，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却也要时时做好最好的准备啊，不能只是做最坏打算，没有做最好准备，那这个是消极心态不对。一边做最坏打算，一边要做最好的准备啊，这才是积极正向的人生观了，也才是正思维了啊。有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嘛，人生有两件事情挡不住啊，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啊。时间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来不及跟留不住。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来不及，留不住，一分一秒都过去啊，想回到前面1秒都不可能啊。人生没有回程票啊，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也没有任何的后悔药。人生最大的惩罚是后悔，对啊，就像覆水难收一样啊，无法挽回啦。那以上这些话都是在提醒我们，浪费时间很容易，把握时间就不容易。同理，错失因缘很容易，把握因缘就不容易。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那要把握因缘，也是要从把握小因缘开始做起啊，不能轻视任何的小因缘啊。
否则会因小而失大。那小因缘你忽视它，就别讲奢望大因缘的啦，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嘛。人生有些事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那急不来的事，就要事缓则圆，不能操之过急而莽撞冲动啊。那来不及的事，就要把握因缘，积极行动啊。哪些事情是急不来啊？心灵成长跟智慧启发急不来，佛法的修炼跟心智的提升呢，没有速成班呐，也没有捷径呐，必须千锤百炼才会炼铁成钢啊，必须千雕万琢才会琢玉成器啊。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吗？还有人际关系的感情跟信任或理解也是急不来啊。无论是感情、友情、爱情、亲情，越是急于推进，越是适得其反。人际关系的建立或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存款，也就是众生缘啊，都是需要长期累积跟用心经营的啊。那些高僧大德今生今世有这么好的众生缘，也不只是这一世修来的啊，而是经过累生累世结来的啊。还有身体健康或病后的康复，甚至要减肥也好，这些也是急不来，对，需要时间来成就的。那知识的充实跟技能的培养也是急不来，内心的平静跟解脱觉悟也不是短时间的功夫哦，也是要长期修炼，也是急不来。还有孩子的成长跟世纪的更替，也是要按部就班嘛，循序渐进嘛，也是急不来。以上所提的这些事情，都是要耐心等待跟铺陈，急于求成，往往会带来压力跟不必要的挫折，所以都是急不来。现在我们来谈什么事情是来不及。第一，行善跟行孝不能等啊，所以来不及啦。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嘛，不是吗？好，第二，无常的认识跟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因为福到用时方恨少啊，不是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到哦，这个至少还有24小时哦，而是1、2秒，无常一来就判生死啊。所以以前的人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那这是以前人讲的啦，因为以前的人都是小善小恶嘛。那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马上就到。因为现在是大善大恶啦，天灾人祸频繁啦，造成很多的现世报啦，大家应该都体悟得很深刻啦，对不对？所以不能再等闲视之啊，要正视时间流逝跟无常偏多的现在进行式啊。而无常来临前的准备，就是要靠大量的时间去促成嘛。没有养兵千日，如何用于一朝？福报跟功德的累积，更是无法立竿见影啊，也是要有积沙的过程才会成塔啊，要有粒米的累积才能成箩啊。时间能成就一切，所以时间要怎么有效利用？看起来好像是小事一桩啊，好像无足轻重，每天都这样子过，不是吗？其实时间是重中之重啊，也是影响生活品质，甚至影响命运的关键因素哦。因为想要行善造福，除了有心之外，你还要腾出时间去做啊，才做得到啊。同理啊，你糊涂过日子，甚至作恶多端，也是要有时间去促成，不是吗？做好事要时间，做坏事也是要时间啊，不是吗？那真正洁身自爱、生活恬安淡泊的人呢，连消福的事情都没时间了，何况是造恶业呢？是吗？所以人生最可怕的是什么？该看的没看，不该看的看了一堆，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说了一堆，该听的也没听，不该听的听了一堆，该做的也没做，不该做的做了一堆。所以孔子在劝诫我们嘛，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一件不必做的事情你去做了，就会影响另一件你必须做的事情，但你却没有时间做了，是吗？志工活动也是一样啊，一个不必做的活动你去做了，就会影响另一件必须做的活动，但你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是两头都输，两头都损失，因此才说追随师父修行，不要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要做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才叫做依教奉行，否则就变成什么我行我素，独断独行啊，这样就很不好。很多志工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哦，他们问哦，志工或慈济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安排在周六日嘛，但是同一天我们也去陪伴家人或出席许多应酬啊，这样时间上要怎么安排呢？我是这样回答了哈，志工活动让我们生活找到寄托，这是有意义的生活目标，这就是心灵的归依处，也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啦。它让我们的日子呢忙得有意义，也很充实。这样就是人生抓到重点了。跟刚刚孔子讲的一样的。然而要投入的时间，却又被家业或事业影响缠身。这是心智成长过程中呢需要去面对跟克服的问题啦，也是我们的功课啦。其实呢，想要做也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必须做的事情哦。这个是要用智慧去取舍啦。当然，周日必须陪伴家人而无法参加活动，那就利用非周末日的时间来活动也可以啊。慈济活动不是只有周六日才有啊，平日也是有一些活动啊。即使没有活动啦，洗厕所、擦地板也是活动，也是在修行啊。可以跟用过厕所的人或走过地板的人结好缘呢。你这个礼拜，你今天来擦地板，下礼拜活动的人走过去，你跟那些所有的人结好缘，就是这个意思啊。对，命中要有贵人呢，这也是方法之一啊。所以佛家才说嘛，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那我的体会是什么？扫地扫地扫屋角，因为大家扫地或擦地板都是眼睛看地上，不是吗？然而天花板的角落有一只蜘蛛在那里结蜘蛛网，至少几个月了，没有人发现。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人生不能只是埋头苦干，还要抬头看看。擦地板都可以擦出这种大道理出来，你说擦地板不是修行吗？一天24小时是固定的嘛，如果能充分善巧安排跟妙用的话，时间的长度虽然不能增加，但它的宽度跟深度是可以啊。要这样就要懂得取舍事情的轻重缓急跟本末始终啊。刚刚这个4个条件里面有一个轻重缓急嘛，你这样才能够让家业、事业、志业呢三者都做到时间很好的分配。也就是说，尽量在完成自己的本分事之后呢，安排时间来做志工，这样也是算尽心尽力的啊。如果时间不允许，而只能参加一个活动，但只要能够持之以恒，守之不动，不要轻易中断，这样也算是道心坚固啊。不怕抽不出时间呐，只怕无心呐。常常熏习正法，心存正念，而让这个正法融入生活，慢慢就会体会，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而且很忙但很不累。这就是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妙法的心地法门啊。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哦，你必须自己去实际体验才有办法。那对生意人来讲啊，时间就是金钱嘛，所以分秒必争啊。有时甚至会被时间绑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但是对修行人来讲啊，时间被视为是一种心灵的体验哦，
跟成长的机会哦。有时间才有办法成就道业，也就是道业是靠时间去堆叠起来的。这个跟生意人把时间直接跟金钱挂钩那个有所不同哦。修行人重视活在当下嘛，他不妄想未来啊，或沉溺于过去啊。因为当下都把握不住的人，如何掌控未来呢？这个叫做舍近求远的，不切实际嘛。那在佛法的修行传统中呢，时间被看作是无常的一部分哦，所以万物都会改变啊。生理是什么？生老病死嘛，最后是死。那心理是什么？生住异灭嘛，最后是灭。那物理是什么？成住坏空，最后是空。这就是三个道理，四个现象，就是所谓的三理四象嘛。所以时间不断的流逝，是在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哦，也要把握当下哦，同时还要看透世事无常的短暂性。没有时间就难以成就道业嘛，就好像没有汽油或充电，车子无法跑动啊。然而时间不仅是数量的问题哦，更是质量的问题哦。意思是说，充分利用时间虽然很重要，但如果方向错误或方法不对，这很可能会造成事倍功半，空忙一场，浪费时间的。这也是我们要深思并设法去避免的一门功课啊。总而言之啦，修行不仅仅是时间的消耗啊，更是心智的磨练、心灵的觉悟跟当下的体验。然而，如果常常感觉很忙而没有时间，就要自我沉淀跟往内深观。只要生活中能做到去无存精啊，那就会看到还有很多时间了。做到这样，就是生活有品质啊，而且品质很精致。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我很忙，还有很多时间。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这个我很忙，还有很多时间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